他是中情局严格训练出来的顶级杀手，却在执行一次特殊任务后，竟被组织列为头号追杀目标。起初他还按照常规调整武器模式，同时在远处的指挥中心里，组织头目镜观看着任务进度情况。可就在男人准备动手时，一个小孩却走进了射击范围。本来他打算等小孩离开后再动手，然而头目却强行让他开火，于是他调换了一个位置尝试，结果他却以武器抢客为借口，私自暂停了暗杀行动。这让指挥中心的头目怒火中烧，但男人并没有就此放弃。他拉响消防警报，在目标人物即将离开的瞬间，抄起桌上的酒瓶直接开干。可便是他夺下保镖的手枪，但还是被对方成功跳出窗外。在检查了子弹数量后，他也飞快地跳了下去。可刚一落地，就被一根钢管直接招回。本想用真理给对手上一课，结果对方很快抓住他的手枪，男人赶紧将子弹推走并踢走。此刻对方手里的枪就成了废物。You know I know who you are. You're Sierra 6. They didn't tell you who I am, did they? They never do. I'm Sierra 4. 此时的6号却满脸疑惑，但还是本着杀手的职业操守，先解决掉眼前所谓的4号再说。两人在烟花丛中拼杀，可6号还是更胜一筹，很快就将对方逼入绝境。原来18年前，他和6号一样是监狱的重刑犯，并且同时被组织招募训练，成为组织内得意的杀人机器。如今的他却因为知道太多秘密，才遭受组织内部人的追杀。同时他还告诉6号，或许下一个目标就是6号。说完后，他扯下脖子上的项链，表示所有的秘密都在里面的 U 盘中。6号接过他手中的项链，4号就很快离开了这个世界。随后6号带着项链离开，而组织头目发现对方项链丢失，赶忙打电话询问6号，可他却谎称自己什么都没拿。 Who was he? A bad guy. Carrying bad shit. 显然头目在隐瞒什么事实。随后他换了一套衣服来到网吧，为了安全他拔掉网线，然后将 U 盘插在电脑上。当打开文件后才发现，所有的文件都已经进行加密。为了搞清楚 U 盘里的秘密，他打电话找到退休的招募人老白，从老白的口中得知4号也是他亲自招募的一员，同时也印证了 U 盘内确实隐藏着大秘密。而当老白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，果断安排当地的雇佣兵接应6号，因为经过两人多年的相处，他们早已情同父子。同时头目给另一个杀手打去电话，他让杀手小胡子解决6号，并拿回那个 U 盘。没曾想小胡子根本不按套路出牌，竟直接绑架了老白的孙女，来引诱6号自己上钩。随后他又找到参加葬礼的老白，并给他看孙女被绑的照片。很快雇佣兵的老黑接到电话，命令他解决接应的6号。可在他带着同伴慢慢靠近时，异常警觉的6号早有准备。他借助信号弹的烟雾，狠狠教训了这些白眼狼。就在他捡起地上的手枪反击，却无意间打爆了气压管道，瞬间机舱被撕裂。很快飞机内部气压下降，他赶紧拿起氧气瓶补给氧气，可差点被赶来的雇佣兵抓住。然而雇佣兵一个没抓稳，直接被大气压吸出飞机。此时的飞机急速下降，6号借助拉力绳不断稳住重心，并且寻找跳伞包。还好飞机被飞行员成功稳住，这才给了他喘息的机会。然而赶来的雇佣兵还要拼杀，6号只好给他跳伞包，拉开拉环就被大气压吸走，同时也引爆了一边的螺旋桨。此时6号本想再拿一个，突然机身外壳爆裂，飞机的破损越来越大，但还好他拿到了一个跳伞包，可还是被另外几人干扰，最终机身迅速断成2截。就这样他也漂浮在无尽的天空。还好他发现一人背有跳伞包，于是急速抓住并缠绕。很快老白的手机铃声响起，打来的正是刚刚的6号。他询问老白什么情况，老白也不想对他隐瞒事实，直接表示自己孙女被绑架。一旁的小胡子实在看不下去，抢过老白的电话聊了起来，并警告6号赶紧交出 U 盘，不然的话他会让祖孙俩直接消失。死里逃生的6号来到朋友家，准备搞一张全球通用的假护照，用来方便营救老白和孙女。可就在他准备拍照时，朋友的异常举动让他总感觉哪里出了问题。果然朋友踩下机关，6号就掉进了他设下的陷阱。原来是小胡子发布了高额悬赏令，抓住6号就能获得5000万刀勒。得知后6号赶紧开枪反击，没曾想玻璃竟然是服药制造，这下自己算是在劫难逃。很快消息传到了小胡子耳朵里，然而6号并没有就此放弃，他仅用一把剪刀就把旁边的水管阀门卸下，然后将子弹里的火药全部集中，塞进了阀门里，并把阀门捆绑在枪口，一个简易的炸弹便做好。
脉，并告知现在自己被追杀，说不定下一个就该轮到安娜。同时还表示 U 盘寄给了卡希尔。而另一边，小胡子也没有闲着，他拿出一把老虎钳，准备对老白进行审问。首先，他使出了一招双耳旋转法，然后拿着老虎钳逼迫他说，显然老白不会就此背叛6号。于是他夹住老白的指甲，让他尝尝生把指甲的味道。可拔了2片也没结果，但手下查到了6号曾邮寄的信件，而信件就是寄往布拉格的。6号带着助理找到在布拉格的卡希尔，并通过卡希尔打开了文件，里面全部是头目不可见人的犯罪记录。而当年他和老白被强行提前退休，也是因为得知了这些内幕。至于4号，只是想用 U 盘换取更多的钱，才会遭到头目的追杀，这次导致6号也卷入其中。但6号现在只想救出老白和孙女，而揭发的事情让助理去做。此时卡希尔拿出车钥匙交给6号，却被小胡子的部队袭击。随着小队火力的不断输出，房间里的几人只好寻找掩体，而6号被卡希尔引进了地下掩体。紧接着小队进入房间搜寻，发现只有老太太静静的等候，原来她提前打开煤气阀门。瞬间小胡子的第一批部队全军覆没，而逃出的6号被警察控制，但他还是趁机击倒警察，然后疯狂的逃窜，却被突如其来的汽车撞倒。很快他被警察铐在广场的栏杆上，随着几辆可疑车辆出现，6号瞬间感觉附近隐藏着大量杀手，然而警察根本不信他的话，为此他抢夺警察的手枪，并向天空开枪，这才把周围的群众吓跑。同时可疑车辆的侧门打开，对着6号的方向不断开火射击，并且部队向赶来的警察输出，因为他们要彻底控制这片区域。很快城市的特种部队加入战斗，小胡子立即派出另一个小队，火速与特种部队发生战斗。此时6号发现一把手枪，他赶紧用脚勾了过来，可由于被几个卡拉米盯着，他不得不先开枪解决。然而准备打断手铐却没了子弹，于是他又找拉来旁边警察的尸体，利用马甲里的武器进行反击。眼前前方冲来一辆货车，他赶忙装填弹夹。此时没人发现6号的踪迹，但远处的轻轨被启动，原来他躲进了轻轨里面。随后杀手们迅速紧随其后，刚登上轻轨就被他击杀。眼看车尾还有2人，他赶忙拉开紧急按钮，将2人封锁在车尾，而他要处理的就剩前车的一个。外面第4小队紧跟其后，对着他的方向不断输出火力。还好安娜开着老太的车迅速赶来，一个追尾碰撞将其甩在身后。此时6号准备跳车，却被飞进来的小黑撞击。这小伙属实功夫了得，但还是被6号甩出了车外。安娜再次前来接应，可6号却让他先行离开，因为他要解决安娜后面的大 G。在甩掉这个大麻烦后，6号就准备跳车，没曾想前方进来个更猛的家伙。此时的轻轨完全失控，6号只能爬上车顶，但小队依旧为之疯狂输出。赶来的安娜一个擦向碰撞，导致货车卡在轻轨车头，6号赶紧往后逃跑，安娜迅速倒车接应他，最终在主角的光环下成功获救。果然做过美队的6号不是一般的存在。而另一边的小胡子发现自己4个小队全部饮恨西北，突然一个声音传来，竟然还有个叫独狼的杀手活着。由于老白的孙女做过心脏手术，心脏内安置了一个起搏器，而他将起搏器的 GPS 纹在手上，于是2人潜入医院内，寻找到了老白他们被关的位置。就在他准备前往时，却遭到独狼阿三的偷袭。然而令2人没想到的是，阿三的近身肉搏属实非同一般，2人一同合作也没将其制服，反而还被他拿走了项链。但很快美队再次附体6号，打得阿三无力还手，同时还把手中的项链打掉，但还是逃不过阿三的突然袭击。随后6号拿起一旁的除颤仪，对着阿三就是一顿电击，被电的阿三超人附体，竟把2人揍得爬不起身来。随后他捡起地上的项链，直接破窗而出，骑着炫酷摩托离开现场。很快阿三把项链交给了小胡子，然而当得知小胡子要杀小孩，他的内心就开始转变。突然外面发生爆炸，竟然是一架直升机遭遇袭击，紧接着外面的守卫遭受猛烈打击，原来是安娜他们已经赶来，他不断发射火箭炮。而老白的房门正被人冲撞，眼看房门即将打破，开门后才知道竟然是6号。直到外面的爆炸声停止，小胡子才知道自己中计了。等他再赶到老白的房间，才发现里面已经空无一人。此时的安娜装好最后一枚火箭弹，对着指挥中心就是一发。另一边6号带着老白2人走出屋外，却遭遇小胡子的偷袭，结果老白却不小心中弹。为了保障孙女的安全，他让6号将其带走，而自己却要留下来断后。最终6号带着孙女直接跳进了水里。而在破烂不堪的指挥中心，阿三拿走了那个 U 盘，同时还把它交给了赶来的安娜。然而小胡子带着人找到老白，却发现他的怀里还抱着一颗手雷。
可小胡子利用手下身体逃过一劫。此时6号准备开船离开，但被飞速赶来的小胡子拦截。就在两人打得不可开交，孙女用信号枪打中小胡子的背，而第二枪打掉了他的手指。此时小胡子开始装可怜靠近，一把抓住孙女。回过神的6号准备反击，才发现小胡子劫持孙女躲进了迷宫，于是他紧随其后，直到迷宫最里面的中心。小胡子在此等候多时，他威胁6号丢掉手中的枪械，来一场男人之间的对决。6号听从了他的建议，同时小胡子也放开了孙女。等孙女安静地离开迷宫，两人真正的对战才正式开始。起初两人的对决你来我往，但美队附身的6号满血复活，瞬间打替他无力招架。可小胡还是那个小胡子，永远都不会和你讲什么武德。在匕首的加持下，他属实得到了不少便宜，但还是被6号狠狠地打掉匕首，然后转身死死控制住小胡子。还不等两人僵持太久，很快被枪声打破了僵局。原来是赶来的头目助理开的枪。小胡子带着疑惑眼恨西北，还不等6号询问，自己也挨了他一枪。原来这次小胡子把事情闹得太大，而他为了让组织能够好好收场，并且保住6号的清白，把所有的错误全部归纳给小胡子。同时6号要协助自己处理，不然他保证不了孙女的安全。最终6号答应了他的请求。可令他没想到的是，6号不仅屠杀了看守人员，还成功将孙女带走。